终于来。你到底是谁？人生苦短，做鬼却太漫长。小河，我的心被囚在这里，我又怎能轻易放你走？这一次，我想强求。嗨，大家好，我是 Paco， 今天的造型 cos 的是女大学生，有没有觉得我很文静？上次呢，我们讲了《世界之外》里面北陆风雪的这个故事页副本啊，很多同学表示太上头啦，问能不能再讲讲其他的副本？当然可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个我私心非常喜欢的无限流微恐民俗副本杜建春。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作为女大学生的我们，旅途中不小心误入了一座大雾弥漫的小镇，在这个诡异的地方有4个俊美的男人，他们个个都不是人，个个都想把我们留下。好话不多说，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现在开始打游戏。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呢，是2月11春分哦。老样子，为了方便大家带入这个故事，我就用第一人称我来讲述这个故事。我呢就是玩家视角，大家玩这个游戏的时候也是看到的这个视角。这天呢，我和我的大学好朋友兼室友就是李梅梅一起回她的老家济春，就有点像我们现实世界的清明节这种感觉。那么这一次济春一共有3个人，我、李梅梅还有她堂哥，堂哥负责开车，那梅梅坐旁边，我在后面，大家一路上呢聊得很开心，看看好山好水。车子开呀开，本来一开始都很好，但是开到一段大山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就发生了。四周呢开始弥漫起那种诡异的大雾，一开始还好，后来就越来越浓，以至于开到后来这个车子就有点无法前进了。堂哥就说好奇怪，一直开这段路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呀。就在我们想要不要找个地方先靠边停一停，不然开下去太危险的时候呢，突然间飞速的一闪，我呢就看到外面有闪过一块黑色的路牌，上面就写了3个字清平镇800米。但是奇怪的是，导航上并没有这个镇。实在不行我们就停下吧，这个雾实在太大了，再开下去很危险。于是呢，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个镇是什么地方，我们还是选择先去这个镇停停再说。当我们来到这个镇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个镇很小，街上几乎没有什么人，而且四处弥漫着一股这种淡淡的看不清楚的那种烟雾。整个镇上只有1家旅馆，这个旅馆呢，1楼是个小饭店，2楼呢是睡人的地方。迎接我们的老板呢是个看上去笑眯眯的中年男人，就问几位想要吃饭还是住宿呀？堂哥就说，哎，我们不住宿，我们就简单吃点东西，等雾散了就走。结果老板就说，这个雾啊没有这么容易散的。我们呢就没听，想说先去镇上逛逛吧。结果逛了一圈回来之后，发现这个雾呢果然没有散，就这么搞到了晚上。眼看实在走不了，就想好吧，只能留宿一晚。那我就拎着行李想去找我的房间嘛。我的房间就在这个走廊的最后一间，一推门呢就有一股霉味，脏不拉几破破旧旧的感觉。但是呢实在是累了一天了，我也没招了，明天还要继续开一天的车，所以顾不得那么多，我洗完澡就倒头就睡了。到了半夜的时候，半梦半醒之间啊，我就突然感觉浑身一冷，就是感觉有什么冰凉的东西贴到了我的身上。我第一反应想说是不是鬼压床，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跟鬼压床的感觉很不一样，因为我可以感觉到我后面很冰的这个东西，它像是一个人，因为它慢慢的从背后就是圈住我，它的这个冰凉的手啊，好像还在我身上游移，就在摸我的感觉。喜欢吗？真想现在就吃了你，不过不急。听完这句，我猛地醒了过来，然后发现房间里空无一人，我就大喘气，想说，就刚才该不会是我的噩梦吗？第二天没睡好嘛，起来整个人都很恍惚。结果呢，李梅梅和她堂哥都说晚上听到奇怪的声音，我们就去问老板，老板就说不可能呀，因为你们住的是2楼，3楼是仓库，上面根本就没有人，你们应该是听错了。梅梅就说她明明没有听错呀，她感觉到了晚上有人在拿那个指甲划她外面的玻璃。堂哥也说这地方有点奇怪，那我呢不敢把昨天的那个梦说出来，因为有点羞耻，感觉就是有人抱着我亲我，然后还吹气嘛，所以我想估摸着也是太累了，做了噩梦。就这样呢，我们刚打算走，才发现好家伙，外面的雾还没有散。去到小镇上逛的时候呢，就看到很多人推着那个板车，上面盖的那种红布，再往一个像祠堂的地方走。那路边正好有卖那糖人的摊主，那个摊主看我们买糖人，就好心说了一句说，你们是在住那个旅店吗？我们说对啊。摊主就说那个店不干净，你们还是少住为妙。我们问他怎么不干净了，这个摊主呢他就不敢说了。那么听了这个话，我们肯定害怕的了，想说就走吧。结果这个雾它就是不散呐，这个车根本就没有办法开出去，开出去非常危险，那只能再住一天。到了
了第二天晚上，我心有余悸了，因为经历过白天还有昨天的事情，我就特地拿了个椅子把门给堵住，然后窗呢全都关好，就怕是有奇怪的人进来。一切全都安顿好了，我就准备睡。一开始非常平静，我就想可能是我想多了，于是呢睡着睡着就放松了警惕。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那种冰凉的感觉又来了，就是昨天那个男鬼，他又丝滑的从后面抱住了我，然后我浑身又开始僵的不能动。怎么不睡觉？是怕我吗？不用怕我，我不会害你的。倒是你的同伴们可能会有麻烦。我的同伴，我就想说他对李妹妹兄妹怎么样了？这个时候我的身体明明是不能动的，但是随着我身后这个男鬼他说出那个话，我的眼前就出现了不同的画面，就好像是他带着我的意识去到李妹妹和她堂哥的房间了。那我首先看到的是堂哥所在的房间，这堂哥睡在床上，但是有一个很大的手正从天花板下来要去抓堂哥，画面极其惊悚。我刚想尖叫，紧接着那个画面又来到李妹妹的房间，她的窗外呢真的有一只留着那个红指甲的手呲啦呲啦的在抓那个玻璃窗。我一看到那个场景，整个人就的大叫一声，紧接着我前面的画面就全都消失了。但是这个男鬼他还在后面圈住了我，我就是不能动，好像他是有种力量可以控制我的。呜咽之中啊，我就问他，你到底想怎么样？能不能放过我的朋友？结果这个男鬼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要你吻我。我就一整个大无语，我说你昨天不是亲过了吗？因为昨天我以为那个是梦，你知道吗？就这个男鬼从后面抱住我的时候，他那个气息还在我们身上游移，当时他就没少亲，我以为是做了梦，所以很羞耻，就不好意思跟那个李梅梅兄妹说。结果如果今天这个是真的话，我就确信他昨天其实是已经亲过了。没想到这个男鬼就说那不一样，我要你主动，就是你现在主动亲我。这个时候游戏就有两个选择，就是你选择亲还是不亲。如果你选择亲的话，一瞬间你的眼前就会亮起来，他很快就放开了你，意识到我的身体被他松绑了，我噌的一下就从床上跳起来，一个鲤鱼打挺冲出去，就狂敲李梅梅的门。与此同时呢，堂哥也从他的房间里面冲出来了，哐一下就踹开了梅梅的门。就在那个瞬间，我们就看到一只手本来要掐到梅梅这里了，但是因为我们进去了，瞬间就烟消云散了。于是我们拉起梅梅，就三个人往外面冲，说这个地方绝对不能再住了。外面依旧是很大的雾，但是我们就一脚油门下去，整个就盲开。堂哥一边开就一边很紧张，我们就想说那个东西没有追来嘛。结果呢，我们就绕啊绕啊绕，终于好像在一个有光亮的地方停下来，想说我们是不是到了另外一个有人家的小镇，终于得救了。结果一下车发现，眼前这个建筑物就是白天我们路过那个祠堂，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小镇。这个时候我们三个人已经一身冷汗了。凌晨3点47分，我们绕了一圈，又绕回了这个小镇，实在是没有办法，再出去恐怕也是这个结果。于是我们打算等到天亮，视线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再走。总算天开始灰蒙蒙的发白了，我们就看到路上有人开始推着各种东西呢，运到这个祠堂里面。堂哥胆子比较大，他就去拦住了一个村民，就问：这位大哥，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这个祠堂他祭拜的是哪家哪位啊？我们三是从外地来的，怕是犯了什么忌讳，冲撞了什么。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进去认个错，赔个罪什么的。这祠堂以前是镇上一大户人家的家祠，因为这家人家没得蹊跷，所以每年祭春的时候，我们都来祭拜一下。但是这个地方不让外人进的，你们赶紧走吧。啊，这样。那您这附近有没有什么道观寺庙之类的，可以让我们去拜一拜呀？不瞒您说，我们这一路走来还真的是不太顺呢。这后山上还有一个山神庙，以前挺灵验的，不过现在年久失修了，也不知道还在不在。这山神庙也不知道在山上哪儿，但是祠堂就在眼前。来回2次我们都路过这个祠堂，所以他决定自己进去一探究竟。他就让我们2个女生等在车上，说他很快就回来。那我们左等右等，从白天等到晚上，天黑了，堂哥还是没有回来。我就说，不如我们去找找他吧，也不知道里面到底什么情况。于是我们就手拉手，怕走散嘛，就进了这个祠堂。进去这个祠堂呢，它里面有很多个屋子，这个地方好大。到了晚上也是静悄悄的，浅浅的雾呢还围绕着整个祠堂。我就一边拉着梅梅的手，就一边看，说这到底在哪一间呀？也不知道它到底到哪儿了。我就拉着梅梅一边说一边找，然后一回头才突然发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拉着的根本就不是李梅梅的手，而是一个纸扎的人。然后我啊了一声尖叫，整个就放开了，然后那片纸呢就薄薄的飘了一下，然后躺在了地上。本来我还是很害怕的，想说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鬼。
但是堂哥不见了，梅梅也不见了，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反而窜起了一股无名火，想看看到底是谁在搞这个鬼。我就每个屋子都看了一遍，都没有发现蹊跷，然后只剩最后一间主屋没有进去了。我咬咬牙推门进去之后，就发现眼前就是一排排的那种牌位。我刚觉得这地方诡异阴森，突然间咻的一下，门就被风给关上了。你终于来了，不过你来的时间不太巧，祭拜的时间要到了。不如我们一起好不好？一起接受他们的祭拜。下一瞬间，我看到层层牌位之前，一道身影正在渐渐浮现。他穿着深色的长外套，容貌俊美，身材修长而挺拔，却没映出半分影子。而他站在那里，就那样隔着一段距离，灯下一双浅灰色的眸子，无悲无喜。这是一张我无比熟悉的面孔。你知道我的名字，不过没关系，我本来也打算告诉你。你到底是人是鬼？你见过我这样的人吗？那我那两个朋友呢？是你把他们藏起来的？是你制造这些雾气，把他们困在这里的吗？你说是就是吧。首先，我根本不认识你的两个朋友，更不会把他们藏起来。其次，我也不会制造雾气，把你们困在这里。我只想对你一个人做坏事。我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把你骗到这里，让你留下。现在，我已经得偿所愿了。于是呢，我就被抑郁这个男鬼困在这个祠堂里面。这一段的尺度在原来的游戏里面其实很大，但是我只能挑能讲的讲啊。总之，我就想方设法想要出去，可是出不去。然后我就发现，抑郁呢，它只有晚上会出现，白天它是不会来的。但是我不可能一直待在这个地方，因为我要出去找李梅梅和她堂哥，所以我必须要想一个办法控制住抑郁，哪怕只是一小段时间。只要这段时间足够我逃出这个祠堂，远离他那个控制范围就可以了。那么在这个游戏里面呢，它其实有个主神商店，我就从这个主神商店里面买了一张那种符。这个符呢，它就是有抑制鬼怪的作用。但是这个符它下面有一小行那个标注，上面就是写了对高阶鬼怪是无用的，必须要内服才行。内服要怎么内服呢？喂，游戏里的我就寻思说，首先抑郁这个样子，他也不像是个低阶鬼怪，所以对付他呢，把这个符往他身上一贴是没有用的，必须让他把这个东西给吃下去。但是怎么才能让他吃下去呢？哎，就是你们想的那样，他不是很喜欢亲吗？那就让他亲个够。我呢就把这个符啊捣鼓捣鼓做一做，然后捏成一个小黑丸含在嘴里。今天晚上他来贴着我们的时候，就说在想什么呢？是在想我吗？我转过头看着他，没有说话，勾勾手。难得见我们那么主动，抑郁呢就凑过来，以为我们要跟他说什么，结果捧起他的脸，就嘴对嘴。他一下子睁大眼睛，没想到我们会对他做这个。紧接着，我们就把含在嘴里的那个符啊，就送到他的嘴里，趁他意乱情迷的时候，就让他吞下。他一瞬间就僵住了，睁大了眼睛看着我们。但这个时候他已经动不了了。我就跟他说：“好了，我要走了，我总是要走的，你下次不要用这种方法再困住我了。”于是我就头也不回的狂奔出这个祠堂。这个符的作用呢，大概也就2-3个时辰吧，所以我必须趁这段时间有多远跑多远，我就一路狂奔向后山。跑着跑着，我不知道跑到哪儿了，抬头哎，就发现有一座破破的建筑，看上去呢像是一个庙，破烂的写了3个字：山神庙。大家还记得刚才在山下的时候，那个证明说过山上有一个山神庙，但是年久失修，不知道还有没有在吗？其实它还在。我们想，好，既然是山神庙，怎么说也是神，就算年久失修了，万一还有用呢，进去碰碰运气。于是我就壮着胆子走进去了。有一座高大的山神像呢，就立在这个庙中间。这个神像它的面容呢已经模糊不清了，但是很奇怪的是，它这个神像前面还有一张很旧的木桌，这个木桌上面还放了一盏油灯。这个深山老林怎么还会有人给他点这一盏油灯呢？难道说这个庙里还有人看着吗？我就赶紧跪下闭眼，然后跟山神说：“拜托，能不能让我找到李梅梅兄妹啊？”叽里咕噜许了一长串愿，许完愿刚睁开眼睛，突然就看到顾时夜。顾时夜就站在这个神像旁边，一脸漠然的看着我，显然他也不认识我。游戏里就说啊，他
穿着一件剪裁得体的黑色风衣，格外金贵的气质同这老旧破败的山神庙明明格格不入，却又恍若浑然一体。玩到这里，老实说我真的有点懵了，我真的是在一个现实世界当中吗？因为在这个游戏的现实世界里，我就是一个平凡的女大学生啊，还是说其实我现在已经身处一个副本里面，但是我不知道呢？我看着故事页乐了半天说不出话来，最终就变成这一句说：你是谁？怎么大晚上会出现在这儿？我是这里的守庙人。守庙人？他这副样子，怎么会在这样一个破败的山神庙中做守庙人？但既然异域是鬼怪，他是守庙人也不奇怪。看看他能不能帮我找找李美美兄妹。我不信，怎么会有这么年轻又一表人才的守庙人啊？你是谁？为什么深夜来这里添灯？我是山神的信众，路过这儿，所以进来添个灯。山神早已没有信众了。这个，我也是正好路过。那你做这份工作多久了？就这样一个人守在山上，不寂寞吗？已经不记得多久了。什么是孤独？什么是寂寞？寂寞就是你不能总一个人吧，无论是朋友啊、爱人啊、亲人什么的，总有一些你很想一直陪在他身边的人。就这个人是谁不重要，但是你跟他在一起很开心，你习惯了跟他在一起，然后有一天这个人不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难受，这个就是孤独、寂寞。那我没有过。是吗？他说他没有过孤独，那这个谈话就陷入了尴尬。那我看他要走了嘛，我就赶紧拉着他说：“哎，你知不知道山下鬼怪横行，山神有没有办法管管？他为什么不管管呢？”这个时候，顾师爷就看着我说：“山神为什么要管？是神就要普度众生吗？山神从不帮人，以前能灵验过，不过是等价交换罢了。”等价交换，我就一下子被他说懵了。我说：“好，你们也知道顾师爷的性格嘛。”就是很冷，那我也不跟他废话，我就直接走到这个神像面前，双手合十，就跟神像说：“山神，我愿意用我最宝贵的东西来跟你交换，就是我的时间。我用1天的时间陪你，从早到晚都陪你。然后你能不能也用1天的时间帮我解决一下麻烦，就帮我找一下我失踪的朋友和他堂哥？”顾师爷就在旁边这样子看着我们说：“没有这样等价交换的。”总之，山神还是静静的在那里，就是看着我们嘛。我也不管了，因为我实在太累了。我刚从那个男鬼那里跑出来，我累得要命，于是我倒头就靠着山神，就昏昏睡着了嘛。很快天亮了，我一觉醒过来之后，发现这个昨天晚上那个守庙人呢，就是顾师爷就不见身影。神像前面的木桌啊，突然间就放着很多新鲜的糕点啊、水果什么的。我就也不客气，直接拿出一块，就跟山神说：“昨天说好了陪你过1天哦，今天我们就一起吃饭吧。”然后我就假装喂他吃，当然他也不会吃，然后我就自己吃了。然后一边吃，就一边跟山神说：“我跟你讲个笑话吧，其实你知不知道？”巴拉巴拉我就开始讲了啊，从天南到地北什么都跟他讲了一遍。讲了饿了之后渴了之后，一回头发现桌上又放好了新鲜的食物和水。就这样我就陪山神吃了早饭、中饭、晚饭，然后在他旁边跟他不停地唠嗑，就这么陪了他1天。然后到了晚上吃完晚饭的时候，我撑得慌，因为其实都是我一个人在吃的，我就出去想说消个食吧。在这个山上溜的时候呢，就突然遇到了一个从雾里走出来的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就看得畏畏缩缩的，这老人就看着我说：“小姑娘，你是从那个山神庙里面出来的吗？”我就说：“是啊。”怎么了？结果这老头就说：“这个山神庙不能拜呀，这里面的山神早就异化了，你不知道吗？就是因为这个山神，所有进入这个清平镇的人都会被困住，大家再也出不去了，只能被困死在这个山上。”听到这里，我心里咯噔一下，想说：“啊，我以为抑郁才是那个男鬼嘛，但我没有想到这个山神也是有问题的。”我就心里说：“真的假的？”结果一回头，刚想再问的时候，这个老鬼就不见了。回到了庙里，我看到顾师爷突然出现在神像旁边，我就跟他说：“你知不知道刚才我碰到一个老人家，他跟我说山神已经异化了，就是因为山神，所以大家进了清平镇才出不去啊。”结果顾师爷就说了几个老鬼的话你也信？我想说也对，但是吧，
我已经陪了山神1天了，你说他明天会不会帮我救出我的朋友呢？结果故事爷就非常淡淡的说，山神不曾许诺。也是，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自说自话嘛。但既然如此，已经过了1天了，什么也没发生，我也休息好了，那我也不打算再留了。因为如果这里不行，那我肯定要去找下一个可以去救李梅梅跟她堂兄的方法嘛。那行吧，那我就走。然后我双手合十，看着山神就跟他说，谢谢山神大人收留我1天，那时间差不多了，我就先走了。然后转头我要出这个庙门的时候，一推，发现这个门推不动，被锁住了。我就心里咯噔，然后转头看看故事页，故事页站在那里看着我不说话。游戏里就说他一步一步走到我面前，将手按在门上，略低下头，黑眸凝视着我。我意识到他这个姿势是从后面把我圈到了他和门之间。我注意到他的脚下出现了层层叠叠、翻腾不休的黑气，黑气混杂着金光，并逐渐向整间神庙蔓延着。故事也只是看着我，他开口说：“你让我知道了什么是孤独，然后就想一走了之吗？亵渎神明是要付出代价的，留下来陪我。”就是这样，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天亮了。就昨晚省略1000字，反正我浑身被那个故事页搞得3通无比啊！我才意识到非常悲剧的一个现实，就是这个故事页它就是山神的分身。我不仅没有能够靠这个山神救出李梅梅和她堂兄，而且还被他困在了这个山神庙里。但是到这里没关系，我已经有经验了。刚才我们是怎么从异域那里逃出来的，我就得想怎么从这个山神这里逃出去。只要我可以控制住这个故事页，让他短时间内没有办法抓住我，我就能跑。于是游戏里面主神商店来了，我就去主神商店里面买了一种特制的朱砂。游戏里说，只要用这个朱砂把那个皱纹绘制在这个神明的身上呢，就可以暂时压制住那个对方的力量。如果说这个神像就是故事页的分身的话，那没有关系，只要故事页不在，我涂在神像上，它的功效也是一样的。所以趁白天故事页不在的时候，我就赶紧拿着这个朱砂涂在那个嘴唇上面，然后我就决定对他下手了。我走到故事页的神像之前，爬至他的供桌之上，跪坐在神像面前，扬起脸，吻上神像的唇。这里是皱纹的起点，可以让它暂时被定住，本体也无法出现。接着我用手沾上朱砂，顺着神像的脖颈一直向下，到他的胸膛、他的腹部、他的腰胯，一点点用手指描摹着。亵渎神明吗？我不怕。最后一笔，我画在了他的心口处。随后我站起身，走到神庙门口，回头再看他最后一眼。我走了，故事页。这个山神庙，我就一路狂奔呐。这个时候就路过一个水潭嘛，我哗的一下脚一滑，整个人就被拉到水里去了，就一股巨大的力量缠住了我的这个脚踝，然后把我往下拽，我在水里就扑腾扑腾。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就有东西从下面拖住了我，把我整个人歘拖出了这个水潭。我浑身湿透，整个人惊慌失措，还没反应过来。这个时候游戏里就说，我意识到我如今正骑在它的尾巴上，看上去像是粗壮的蛇尾。而这时我已经能看清他的脸，以及他的皮肤上不同于人类的反射着寒光的鳞片，是夏笑英，老熟人了，咱就是说夏笑英依旧绝美绝帅啊，一头白发，水怪造型出现。夏笑英出现的时候，我已经基本确信我就是在一个特殊副本里了。夏笑英见我完全对他感到不害怕嘛，因为我们肯定是认识他的，只是他们不认识我。他问我，你看不出来我是个怪物吗？不怕我把你吃了吗？我说我不是很怕被你吃了，但是我现在有点担心我的朋友，所以我就跟夏笑英商量说，要不能不能过会儿再吃我呢？我先去把我朋友救出来，等他们救出来之后，我会老老实实回到这里给你吃的。结果夏笑英看到我就冷笑一声，意思是你当我傻？好不容易到的猎物，当然就是马上趁热吃了。我说这个不行啊，大哥。总之我就跟他讨价还价。夏笑英的性格大家懂的，这嘴上都是说些难听的话，但实际上他人还是不错的。我就求了他半天，他就说看在你是我想要的猎物的份上，就给你点仁慈。他就捏住我们的脸，意思就是说
我呢就把你养养肥，等养肥了再吃，先养你几天。我心里想说，好，只要他不立刻吃，我就有机会逃。哎，正当我开心不过1秒的时候，歘的一下就感觉脚上就被他铐住了。他就用那个法术的铁链就把我的右脚铐住之后，一边另一头呢缠在他自己身上，然后他整个人咵的一下就沉到水里，消失了不见踪影了。我就试试拽那个铁链，我想说拽不动，算了，我也累了，那不然再休息一下吧。然后我就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第二天，当我恍恍惚惚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就感觉被什么人就是包裹着。总之，我两眼一睁，看到一张绝美的脸，结果他就跟我说：“怎么想跑啊？”我说：“不跑。”但是我饿，我就跟他说，饿死的猎物应该也不太好吃吧。于是夏夏英就嫌弃的看了我一眼，扑通一声跃入了这个水潭嘛，很快就从水潭啪啪甩了2条鱼在我的面前活蹦乱跳吃了。我看到那2条鱼想说我不吃活鱼，然后夏小英就眉头一皱，意思是屁事怎么那么多，然后他就开始帮我清理那个鱼，用他那个法术那个紫光那么一闪，滋一下那个鱼就被清理干净了，烤活了之后吃了。我就把那个鱼拿起来轻轻尝了一口，你别说还挺鲜甜的。鱼吃着吃着我就觉得哎有点干了，哎好想吃点水果。夏小英就甩了我一个白眼之后，咚咚2下，我就感觉哎好疼，这树上掉了2个果子下来，然后他就说吃吧，你们懂的。他就是那种嘴巴很坏，但是我们要什么全都满足我们。每天白天的时候，夏骚英他会回到水潭深处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其实就是我溜之大吉的好机会。这一天呢，他就白天又回到水潭了嘛，我一个人在岸上看着脚上的那个链铐怎么拉都拉不开，我想到底怎么可以从夏骚英这里挣脱的时候，突然间耳边响起一个声音，请问你需要什么帮助吗？我抬起头看见一双清澈的眼睛，发现这个人是百元。我们有救了！到这个点呢，我已经完全不惊讶了，我已经确信了，我自己就是在一个特殊符文里面。前3个都是非要留住我的男鬼了、山神了、水怪了。到了百元，我很激动，我想他应该是来救我的，我就说我被怪物困在这里了，你能不能就是帮我把这个铁链给砍开？百元当然有求必应了，他就看着我笑笑说啊，那简单。于是他就单膝跪地，抽出他随身带的刀啊，然后哐哐2下就把那个铁链给铲除了。我知道夏萧英在水下，他马上就会感知到，所以我拉过百元就说我们赶紧走，他马上就会追来了。但是百元看到我，他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是光着脚的，你这样走不快，你上来我背你吧，然后就把我背上去了。咱就是说小狗就是好，力气又稳。他背着我之后，在山里连续不断的，咱们快速走了大概2个多小时，他连喘都不喘一下，而且整个人就非常的稳，还跟我一直聊天。你是这镇上的人吗？不是，不过对附近这十里八乡的地方，我也都算熟悉。深更半夜的，就这样随便让一个陌生女子趴在你背上，你不害怕吗？有什么可害怕的？你没有听说过那种故事吗？男子走夜路，在路边发现有柔弱的女子向自己求救，女子说自己脚崴了，走不了路，男子就主动背着她走，结果走到一半，男子感到身上越来越凉，越来越重，回头一看，发现自己背的是个面目狰狞的女鬼，正在自己耳边吹气呢，就像这样。我回头了，你怎么不变？是不是法力不够？才不是，怕吓到你罢了。你说了这么多，怎么不问问我是做什么的？那你是做什么的？我是除魔师，专门和各种魑魅魍魉打交道的。除魔师？你是人是鬼，我看一眼就知道。那你知道剩下一个叫做清平镇的镇子里有不干净的东西吗？有所耳闻，所以才要去看一下。那太好了，我的2个朋友现在被困在那里，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哪，现在怎么样了？你能帮我把他们救出来吗？当然可以，不过我另有一桩紧急的委托，我要先去处理一下，你能等我一下吗？当然，多谢你。不必客气。百元的任务呢，他就是去除魔的。我就跟他到了山脚下的一个小破庙，这个庙就很古怪，前面放着5口棺材，都是空的，看上去很新。百元就说了啊，这个棺材是给过路的人准备的，寄宿在这里的债主呢，要路过的人死够5个，他们才肯离开，所以就摆了5个棺材。不过呢，现在由我来了，这5个棺材怕是用不上了。
我听着心里有点诡异。反正这时候突然就察觉到了什么怪异的气息，一把就拉过我，就暂时先让我躲到这个其中一个棺材里面。接着我就听到外面就是哇叮铃咣啷打斗的声音就开始展开了。我想偷看，但是又不敢看，因为那个棺材不就是盖着吗？我就听到外面那个怪物的声音就跟百元说：“哼，你以为你现在是什么样子，竟然还要来除魔卫道？你以为你还是……”那个怪物的话还没说完，我就听到百元一刀下去把他给结果了。我躲在这个里面，我想说这个怪物为什么要说这句话？玩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有点奇怪。就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棺材就被人开了，百元出来他就说OK， 全都解决了。紧接着他就带我去他以前在清平镇的一个旧宅，因为要拿他的法器嘛，有了这个法器他才能帮我看里面没羞没臊到底在哪里。到了这个房间，他拿这个东西就看了半天之后，他就眉头一皱，他说你的这两个朋友现在不在这个镇子里面。我说啊，怎么会不在呢？我明明是跟他们一起来的。百元看着就说或许呢可以试着先离开这个镇子，离开这里的干扰之后你再试着找他们。那我就奇怪了，说我得怎么走啊？因为每次之前我跟他们刚要走出去或者刚要开车出去的时候，都会被这个浓雾所阻挡，绕了一圈之后都会再回到这个镇子里面，我走不出去呀。百元就说那是因为有几股窥探你的力量在阻止你前进。他就说你知不知道那几股缠着你的力量的名字？他知道一个办法，这些力量对于这里的存在越是强大，就他们的真名对于他自身的约束呢就越强。只要我可以把他们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就特别他给我的一张金纸然后再把这个金纸放在这个香炉里烧掉，就可以去暂时解除把我困在这个镇子当中的术法和执念。如果这东西解除了，或许我就可以走出这个镇子。我想说真的假的？然后他就给我了一张金纸，反正就说你想到谁的名字你就写下来。这个时候呢，大家注意了，游戏里面就会出现4个名字让我们勾选，问我们想写谁。抑郁、顾时夜、夏笑英、百元4个名字。来，弹幕说一下到底勾谁？到底是谁的执念困住了我们？这个答案是在游戏里是可以多选的，但是你选错你是通关不了的，好吧？我选谁我先不说。总之呢，我写完名字之后就给到了百元，百元就用他的那个方法，在他那个香炉上面就点燃，点燃之后噌的袅袅青烟就燃起了嘛，这个金纸就化成了灰烬。百元说我们现在可以试着走走看，他呢就带我走那条我们之前走了很多次的路，之前每一次走到外面全都是漫天大雾，但是这一次我和百元走到这个小镇外面的范围的时候，已经不是大雾了，这个时候是清晰的道路，笼罩10多天的这浓雾啊终于就散，我就继续往前走，发现我是可以好像走出去的，但是我却发现百元他站在原地没有动，他就站在那里看着我。我停下脚步就回头看他，他就在那里温柔的笑。你果然很聪明，和我想的一样。你在那张纸上也写了我的名字，所以你也是。既然猜出来了，就快些离开吧，这里不是你该待的地方。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再见。再见，百元。恭喜玩家成功通关特殊副本《杜建春》。杜建春这个副本到这里就结束了，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其实玩过世界之外的宝子都知道啊，就是男主们他们平时不是这样的，他们平时还是很尊重我们的，但是为什么在杜建春这个特殊副本里面，他们个个都像疯了的一样要把我们困住呢？因为这才是无限流设定的神来之笔。因为在特殊副本里面呢，就是男主他是没有之前的主线记忆的，他们每一次在这个特殊副本里面被设定的职业身份各种都是都不一样的。在这个杜建春的副本里面呢，他们就变成了男鬼、神明、水怪，还有除魔师。在这个副本里面呢，他们因为太爱了，但是同时又因为他们的躯体呢不是人类，他们也不懂世俗的规矩，所以他们表达爱的方式就变得极其的原始、笨拙，甚至是偏执。他们能想到的留住喜欢的人的方式就是困住你，这样他才能留下他生命中唯一的一抹春色。然而作为玩家的我们其实是非常清醒的，就我们在这个副本里面一直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就是救回闺蜜和堂哥，走出这个诡异的小镇。在被抑郁困在祠堂的时候，我们不是等谁来
来救，而是主动的把符喂进他的嘴里，然后自己跑掉。被顾时夜困在山神庙的时候，爬上供桌，用这个朱砂画满他的全身，然后解开困境再跑掉。甚至我们在这个副本里面利用了每个男人身上的弱点。抑郁的弱点呢，就是他对你的渴望；顾时夜的弱点是什么？就是他对你的依赖。你让他知道了什么是孤独，他就依赖上你，想你陪着他，他不想要他那种孤独的感觉。夏宵音的弱点是什么？就是他嘴硬心软，嘴上凶，但行动上一直让步，所以让你抓到了时机可以拖延，等到百元来找你。那么好，问题来了，百元的弱点是什么呢？我跟你说，百元没有弱点。百元如果说要有个弱点，就是他自己。百元的弱点就是他自己，因为他太喜欢你，所以他的成全就是他最大的弱点，他最大的温柔也是他最大的软肋。所以综上所述，咱们最后从这个副本里面离开，靠的不是任何一个男主，靠的是我们自己。特别是故事最后这个点，就是刚才我卖的关子没讲的地方，就是我问大家这4个人的名字到底写谁。其实前3个我们应该没有什么犹豫的，但是要不要选百元呢？我其实选过2次，第一次我没有选百元，我是没有走出来的。第2次你必须选百元才能通关。但是为什么要选百元呢？他那么好，顾时夜、夏宵音他们都想要困住我们，所以我们写他的名字理所当然。但是为什么百元救了我们，我们也要写呢？那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一个人救了我们，他就是我们的英雄，他就是我们的真爱。但其实不是的，别人给的庇护，它依然是一座清平镇。不管是想困住我们的人，还是曾经救过我们的人，只要我们的心里对某个人还有依赖和执念，这个雾就永远散不开。烧掉抑郁顾时夜、夏宵音的名字是因为拒绝伤害，但是烧掉百元的名字是因为拒绝依附。我们不能因为他救了我们，就把自己给交给他。虽然这是个理由，但是这真的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在真实生活当中，真正可以带我们走出自己心里的这个迷雾的，从来也不是谁给的护身符，也不是什么救世主，而是我们自己毫不犹豫迈出的脚步。就哪怕你救我，但是我依然是清醒的，我不依附任何伤害我的人，我也不依附任何拯救我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OK， 以上就是今天世界之外杜建春副本的故事啦，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呢？世界之外里面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副本哦，如果有想听其他的，可以把这个副本的名字给我扣在公屏上。那我是 Paco， 我们在下个故事的精彩世界里再见吧，拜拜。